這才是荒野建造的天花板。男人花1昆年時間在野外打造出3室1廳，不僅配備豪華的桑拿房，還開墾菜園，實現瓜果蔬菜自由。为了今後能更加優雅的做飯，廚房內的設施還需要進一步完善。只見肖恩拿出捲尺，對着灶台左右測量，隨後便掏出油鋸片了一些野生木板，用來搭建操作台。通過之前修砌好的鵝卵石墩和在立柱上鋸出的凹槽搭建出龍骨，接着便可以釘上木板制作出台面。而凹凸不平的鵝卵石墩讓搭建難度增加了不少。為了使台面達到統一水平，肖恩只能耐心測量，低的地方就拿水泥墊平，高的地方就拿出奔凿斧鋸伺候木板。完成之後，肖恩才搬來一個大木桶，在沒打井之前收集雨水就是獲取淡水最簡單的途徑。而作為頂級手藝人的廚房怎能沒有水槽？秉承着能自己動手制作就絕不多花1分錢的原則，肖恩決定給我們再露一手。只見他拿出一卷鐵皮，經過測量在上面畫出標記線，然後拿出大剪子裁下所需的大小，剪掉4個角後便可以將其向上彎折，做出水槽的造型。隨後再拿來烙鐵，用細條對縫隙進行焊接，以確保水槽達到滴水不漏的效果。完事後再將細節處理好，擰上排水管便可以扣到操作台上。這深度大小拿捏得剛剛好，就這手藝誰看了不迷糊？而為了進一步提升廚房的逼格，肖恩抄起工具將地面進行找平，然後來到樹林，將一棵倒下的原木鋸成薄薄的厚片，就得到了免費的野生木地板。嚴謹的老頭依然非常的嚴謹，鋪設時看似簡單隨意的擺放，但其實每一塊木板擺放時都經過水平尺的測量。畢竟要是地板不平，美味出鍋時摔個大跟斗，這你受得了嗎？完事後再用細沙給做個美縫。現在這戶外廚房就連鋼筋也挑不出一點毛病。經過一整個冬天的取暖，屋內的壁爐裡也積了厚厚一層灰，趁着天氣變暖，也是時候給它做個保養了。肖恩將壁爐拆卸下來後，發現密封條已全部老化。不過在修復壁爐之前，還有一件更為重要的事，室內的防火措施還需進一步加強。畢竟野外用火稍有不慎就會牢底坐穿。為了不吃公家飯，肖恩決定在壁爐後砌上一堵防火牆。他搬來之前收集的鵝卵石，和好水泥砂漿後，便沿着牆壁開始壘砌。而為了更加的牢固，肖恩還在牆壁上釘上一些鋼筋進行加固。一邊修砌，還要趁着水泥乾燥之前將縫隙擦洗乾淨。隨着防火牆壘到半人高，肖恩又用木板制作了2個模具，澆築出2個水泥磚，等待乾燥之後放置在防火牆上，不僅增加了美觀度，還能作為置物架放一些裝飾品。接着他才拿來剛刷疏通排煙管道上的積碳，隨便捅了幾下，地上就落了一地的灰塵。再將灰塵打掃乾淨後，肖恩開始對拆卸零散的壁爐進行深度修復，邊邊角角的焦炭都要細心的鏟除，燻黑的玻璃也給擦得锃亮。完事後再更換上新的密封條，然後才將壁爐的配件給重新組裝起來。由於壁爐的位置有細小的調整，排煙管道也需要經過重新的梳理。荒野生活就是如此，看似清閒，其實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大大小小的事。這是你向往的生活嗎？而接下來，肖恩計劃打造一個桑拿房，實現桑拿自由。正所謂飯飽思耐傻，肖恩在養生的道路是越走越遠，一直心心念念的桑拿房終於開始動工。他先在屋旁挑選出一塊風水寶地，清理掉上面的巨石之後，再用碎石鋪設出桑拿房的地基，接着就搬來處理好的原木開始搭建出房子底座。由於是乾濕分離的設計，肖恩在構建底座時就將區域劃分好，通過奔凿斧鋸在原木上弄出凹槽，底座就能牢牢銜接。而作為桑拿房防腐措施更是重中之重，拼接好的底座需要經過高溫碳化之後方能重新組裝。之後肖恩才開始往上搭建桑拿房的牆體，與之前搭建木屋的方式一樣，每一根往上搭建的原木都需要精準的測量之後，再經過開槽處理。這是一項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。不過好在肖恩有的是時間，接下來的日子裡，肖恩總是扛着原木測量，之後再搬到空地進行加工。出於對自己搭建技術的自信心，在牆體搭建到第3層時，肖恩已經開始提前預留出了門框。但加拿大野外的氣候也是真的惡劣，時而晴空萬里，時而狂風暴雪，被凍得邦邦硬的原木以及厚厚的積雪讓搭建進度變得十分的緩慢。
儘管如此，也無法澆滅肖恩蒸桑拿的熱情。即使天氣再冷，每天他都會來到工地磨磨洋工。實在凍得受不了的情況下，肖恩才搬來壁爐取暖。有了壁爐的加持，累了困了還能隨時沏上一壺熱茶暖暖身。而為了讓牆體更加的牢靠，每往上搭建一層，肖恩都要打上肖釘進行加固。由於大雪封山，食物短缺，總有不知死活的麋鹿跑到附近瞎轉悠。面對此等美食的挑釁和誘惑，肖恩果斷回家拿出他的休特羅姆弓。每天累得像狗，正好可以搞點野味解解饞。回到家中，肖恩趕忙將肉切成小塊，裝進玻璃罐，然後放入高壓鍋熟成保存。而留下的一只鹿腿，肖恩則是將其切成肉片後燻制成鹿肉干。這段時間的口糧算是完美解決了。隨着牆體搭建到預計的高度，在搭建最後一層牆體時，肖恩則是挑選了2根較長的原木，延伸出的部分正好作為門廊的懸挑。接着，肖恩用木板在牆體上制作出一個三角框架，然後便開始沿着框架往上繼續搭建山牆。同樣是每往上搭建一層原木，就打入鋼筋加固。最後再沿着三角框架將山牆多餘部分給锯掉。隨着2面山牆的完成，接下来自然就是封頂環節。這一步肖恩採用了不同的搭建工藝，他首先根據屋頂的斜度在山牆上鑿出凹槽，然後便可以將屋脊給架了上去，兩邊再分別設置2根橫梁，這樣就可以省去屋頂椽子的搭建，拿來木板就可以開始密封屋頂。完事後，在屋頂上利用墨斗彈出筆直線條，然後再將多餘的部分全部給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而作為桑拿房，怎能少得了一個干蒸爐？不過在安裝之前，首先要在屋頂上開個孔。肖恩首先在室內確定好爐子擺放的位置，然後便按照標記在房頂上開出排煙孔，再將煙囪給安裝到位。接着就可以搬來干蒸爐，將排煙管道給梳理好。隨後便點燃柴火試了試排煙效果。雖然現在桑拿房的整體已經基本搭建好，但要真正實現桑拿自由，還需要進行一番細緻的裝修。首先自然是給屋頂鋪設一層防水毡，隔絕雨水的同時還能增加桑拿房的保溫性。而為了以後在汗蒸的同時還能欣賞屋外風景，肖恩在牆上鋸出窗框，然後安排上透明的玻璃窗。至於隱私問題，在這荒郊野嶺的，就算裸奔也沒人看見。由於是乾濕分離的設計，桑拿間和盥洗室還需要做個隔斷。只見肖恩搬來方木，在房子中間搭建出牆體的框架，然後才鋸來木板對牆體進行密封。雙層的隔板能将汗蒸房的保溫性拉滿的同時，顏值這塊也被肖恩完美拿捏。而頂部邊邊角角的地方同樣經過特殊處理，以確保牆體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。為了確保桑拿房的透水性，肖恩首先用碎石對地面進行找平，接着才拿來方木鋪設地板的龍骨，然後用手動工具將木板給逐一的安裝到位。完事後再安排上自己打造的板凳，倚靠在上面別提有多舒服。但現在離實現桑拿自由還差得遠，畢竟牆上還到處是縫隙，包括門板也還沒安排到位。不過這對於肖恩來說簡直小菜一碟。只見他拿來材料，很快制作出了門板的框架，嵌入處理好的木板，就得到了一扇高端大气的门板。再通過荷叶将门板給安裝到位。原本以為这扇門已經足夠高端，而接下來的大門才更為炸裂。只見肖恩拿來事先拼接好的木板，裁切出適合的尺寸後，再將表面給刨平整。隨後又在厚實的門板中間畫出標記線，通過鑽頭開孔後，再用手鋸將中間鏤空。接着往鏤空處嵌入藝術玻璃，最後再包裹上一層樹皮做裝飾。成品一出，簡直就是件藝術品。隨着2扇門板的安裝到位，接下來自然就是處理牆上的這些縫隙了。只見他拎着公文包就往樹林走去，滿地的苔蘚正是他的目標。僅一會兒功夫就收集了滿滿2大袋，這來自大自然的饋贈，正是眾多野外建造博主最喜愛的密封材料。不僅如此，就連屋頂肖恩也給鋪上厚厚的一層，以至於方圓百里的苔蘚差點被這老六給薅土。隨着桑拿房保溫工作的完成，換作是我早就脫光衣服直接給蒸上了，但這老小子是真沉得住氣。只見肖恩又搬來幾根碳化好的原木，往門前一插，接着就開始了門廊的搭建。通過手動工具先在立柱上打孔，然後嵌入實現制作好的欄杆，底部再用木板進行加固，接着繼續搬來木板搭建出門廊的地板。而為了日後進出更加方便，肖恩還用木樁作為基礎，在門廊前制作了一個入戶階梯，
隨後再用鵝卵石給門前裝飾一番。就是盥洗室還差個洗漱台，而作為頂級荒野手藝人，自然必須純手工打造。有了之前制作水槽的經驗，肖恩又拿出銅板開始 DIY。完事後，在牆上鑽出排水孔，然後将管道安装到位。現在這桑拿房的搭建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而作為一個完整的洗浴中心，各種精油必須得安排上。接着，肖恩才往干蒸爐裡注滿水，上面擺上鵝卵石，再將柴火點燃後，只需往石頭上澆點水，水蒸氣就瞬間彌漫整個房間。即使室外是零下幾十度的冰天雪地，室內也能達到60多度。這桑拿蒸的簡直不要太爽。雖然肖恩長期一個人生活在這野外，但是妻子和女兒經常趁着節假日來看望他。每當這時，肖恩總會放下手中的搭建工作，給他們制作各種美食，帶着他們遊覽這裡的山山水水。但每次相聚的時間總是非常短暫。為了一家人能有更多的相處時間，肖恩決定在木屋原有基礎上擴建個房間。經過測量之後，用腳在地上做出標記，抄起鏟子就在地上刨出幾個基坑，作為房子的立柱。最簡單有效的防腐措施就是將埋入地下的部分進行高溫碳化。4根立柱分別插入基坑回填夯實之後，嚴謹的他還必須拿出水平尺進行校正，以確保每一根立柱都與地面保持90度垂直。接着才拿來木板將它們連接起来，頂部同樣也是用木板相連接，然後再将立柱锯成同一高度。完事之後就可以钉上木板，搭建出屋子的橫梁。由于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擴建，屋頂船子只需要將一頭鋸出斜角，另一頭再鋸出相應的凹槽，就可以牢牢地架在屋頂與橫梁之間。不過為了後續更好的對屋頂進行密封，在安裝之前還需要將原來屋頂上密封用的方木條給拆掉。有了第一根船子作為模具，剩下的都可以根據模具進行批量制作，然後再搬到屋頂進行安裝。完事後就可以拿來木板開始對屋頂進行密封。為了防止雨水在屋頂銜接處發生滲漏，防水層的鋪設也必須和原有的屋頂連為一體。而在鋪設時，煙囱的密封圈也需要拆掉，重新做出調整。為了確保萬無一失，上面還必須加上一層彩鋼瓦，畢竟是給自己寶貝女兒搭建的，工程質量上可容不得半點馬虎。隨着屋頂的密封完成，接下來肖恩又拿來木板開始搭建地板的龍骨。經過測量後，確保地板與原來木屋保持統一水平，以後只需將原本的窗戶稍加改造，就能和主屋無縫銜接。有了龙骨作為支撐，地板的鋪設就變得十分簡單，只需將片好的木板整齊排列，然後再用釘子進行固定即可。為了讓女兒們在下次到來時就能住上，在搭建牆體時，肖恩沒有選用耗時的木刻稜房工藝，而是先將牆體的框架給搭建出來，然後再將對半鋸開的原木自己釘在框架上。不得不說，這老小子腦袋是真的聰明，這樣不僅能加快搭建速度，房子外觀上還能達到統一的風格。考慮到現在正值炎熱的夏天，在安裝窗戶時，肖恩並沒有選擇密閉的玻璃窗，而是暫時安裝上一層紗網，既能通風透氣的同時，還能有效地防止蚊蟲的叮咬。完事後，肖恩才回到屋內，將原來的窗戶給卸掉，將窗框改造成門框，然後再安排上一個私人定制的門板。現在為女兒們準備的度假專用閨房就擴建完成了，住宿的問題已經解決，但考慮到野外頓頓吃肉也不是個辦法。為了改善伙食，肖恩決定自己開墾開園種植瓜果蔬菜。但他木屋所在的位置地上全是石頭，想要種菜只能自己堆肥。為此，肖恩可謂是費盡心思，他花了很長的時間來搭建菜地，然後收集各種可以作為廢料的枯枝爛葉，甚至還到樹林裡撿拾野生動物的糞便。總而言之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方圓100里內凡是能轉化為肥料的東西都逃不開肖恩的魔爪。最終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，肖恩終於有了一塊頗具規模的菜園，真正的實現了瓜果蔬菜自由。時光飛逝，聖誕節很快到來，妻子和女兒們都來到野外和肖恩一起過聖誕，一家人互贈禮物，一起享用美食。完了，再蒸個桑拿，這小日子過得簡直不要太幸福。剛過完聖誕節，肖恩的建造基因又開始躁動不安。他準備再打造一個專屬的工具房，不過這老小子這次打算玩點新花樣。他斥巨資購置了一台原木推台鋸，有了機械的加持，原木很快被處理成方木，再通過越野車運送到工地。由於地處斜坡，地基的搭建就顯得尤為關鍵。他先用木板制作出幾個方形模具，分別擺放在4個角，
接着就可以澆注上混凝土制作出房子的地基，架上方木就可以打入鋼筋組裝出房子的底座。完事後再墊上石塊对地基進行找平，接着就可以搬来木材開始搭建牆體。而為了讓牆體更加的美觀，將方木的稜角處理的稍加圓潤，這樣在往上搭建時就更具有層次感。由於所有方木都是按同樣的尺寸進行加工，所以在往上壘砌時只需要上下左右對齊，再用鋼釘加固即可。這使得肖恩的搭建速度出奇的快，加上一旁的狗子做監工，這老小子是一點也不敢偷懶。等到牆體搭建到半人的高度，肖恩開始用方木搭建出門框，並且其餘的3面牆體都開始預留出窗框。雖然搭建過程看起來就跟疊積木似的簡單，但其實都需要經過精細的測量。隨着牆體越壘越高，木材的搬運就困難了很多。不過好在搭建牆體时比腰椎間盤還要突出的牆角，稍加利用就能作為往上搬運木材的階梯。不過如此大的舉重量讓天天建房的肖恩也有些吃不消，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選擇擺爛，而是拿起獵槍搞點野味給自己補補身體。隨着牆體即將搭建到預定的高度，肖恩也開始為封頂環節做準備。他挑選了2根較長的方木，分別鑿出特殊的凹槽，然後架在牆體2側，延伸出來的部分正好可以作為門廊的橫梁。接着他再拿出用木板制作的模具，在方木上畫出線條後對方木進行加工，分別制作出榫槽和榫眼，然後就能將2根方木組裝起來作為屋頂。完事後在中間加工出契合牆體的凹槽。等所有材料都加工準備好之後，就可以直接搬到牆上組裝起来。就这牢靠程度，8級地震也不帶怕的，畢竟怕也沒用。接着肖恩又繼續搬來片好的木板密封屋頂，得益於搭建屋脊時的精準把控，密封屋頂時更是手拿把掐。雖然只是工具房，但保溫的工作也必須做到位，鋪設一層保溫材料就很有必要。完事後再蓋上防水氈，當然這時肖恩還不忘預留出壁爐的排煙口。接下來自然就是裝修環節，肖恩首先鋸來方木制作出窗框，然後給3面牆體都安排上超大的玻璃窗。這麼個小小的工具房，4面採光簡直不要太爽。接着肖恩又拿來木板對屋子上方的牆體進行密封，並且還為閣樓預留了一個小窗戶，勢必要把採光這塊做到極致。完事後再用樹皮給前面山牆做個裝飾，面子工程這塊可不能馬虎。接着肖恩又鋸來大量的木板架在篝火上進行炭化，在鋪設地板之前還先在龍骨之間塞入保溫材料。就這工具房的做工和用料，直接比他住的那間還高了幾個檔次。完事後再拿來炭化好的木板鋪設室內地板，接着才拿來石膏板鋪設在地面和牆角作為防火牆。考慮到工具房比較狹窄，肖恩特地挑選了這個圓柱形的壁爐。梳理好煙囪之後，便可以點燃壁爐測試排煙效果。現在這工具房再安排個大門就基本起火了。肖恩搬來拼接好的木板，經過測量後才切成適合的大小。原本以為他就這樣直接安裝，沒想到這老小子又開始整活。只見他拿出鋸子從木板中間斜着鋸斷，然後再通過荷葉將門板給安裝到位。就這獨特的設計，不去申請個專利真是可惜了。完事後再給安排上一張厚實的工作台，他的專屬工作間就算搭建完成了。然而剛開新沒幾天，肖恩就收到一個不好的消息，由於之前所搭建房子的土地存在一些問題，他只能被迫放棄這幾年來辛辛苦苦打造的家園。不過好在這工具房能作為臨時落腳地，雖然幾年的心血付之東流，但肖恩最不缺的就是重新開始的勇氣。接下來肖恩將開始他的新征程，重新搭建一棟更為震撼的荒野豪宅。